2024印尼最新邪物类恐怖片《吸金》，虽说是今年的新片，但我却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影子。原来它就是因这个镜头而火爆全网的土耳其电影《吸星1》。该系列共6部，全部资源已备好，喜欢请私信。而且每一部都自带深入骨髓的诡异和恐惧。虽说今天的《吸金》有那么一点点抄袭在里面，但两个国家呈现出来的恐怖却各有千秋。友情提示：本片高能处过于高能，现已开启友好打码模式，请放心观看。在这个见不得人的穷山沟里，住着一个专注黑魔法的秃顶老汉，因为高超的巫术，他已害人无数。可这天大美却拉着妹妹小美来到了这里。老太一看有生意上门，便叮嘱两人将白头巾围在头上，因为这样才可保证黑魔法的顺利进行。一切准备就绪后，老头便开始召唤恶魔。同时大美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原来他已暗恋姨妈家的大表哥多年，来此主要是想占卜一下两人的姻缘。然而这种毁三观的话题不光妹妹无法接受，就连老头老太都一脸嫌弃。大美知道这种做法荒唐可笑，但爱到深处的她却是100个不死心，直接就将半年的工资献给了老头。老头一看钱已到位，便开始继续念咒。很快恶魔就附在妹妹身上说出了答案，大概意思就是大表哥是你的克星，唯有远离才会逢凶化吉。虽然这些话有些晦涩难懂，但大美还是领悟了其中精髓。可老头还是不放心的再次提出忠告，他希望大美终止这段跨越血缘关系的爱情。没想到作死的女人就是油盐不进，即使大表哥变成了有妇之夫，他也不想放弃。面对这种主动上门的货色，大表哥作为真男人自然不会拒之门外。就这样两人的关系也慢慢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天怀胎8月的妻子突然疼得厉害，可大表哥却误以为是肠胃抽筋而错过了最佳接生时间，导致女儿的视网膜受损，变成了永远的盲人。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大表哥倾尽了所有去爱女儿。一转眼女儿已长成了妙龄少女。不幸的是大表哥的母亲却突然卧床不起。虽然这对表兄妹的地下情已长达10年之久，但上有老下有小的大表哥却无力再维持。可大美却在此时意外怀孕，她希望大表哥抛弃残疾女儿和自己的健康宝宝，组建新家庭。大表哥一听此话，伸出手就想撕烂这张破嘴，还好盲眼女儿及时出现，他才收了手。然而回到家的大美却死不悔改，还试图通过拨打电话挽回这段她自以为的真爱。妹妹不想姐姐走火入魔，就劝她放下执念，可气头上的大美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甚至还怒斥妹妹是个不懂爱的废物。由于电话无人接听，大美就直接来到了大表哥的摊位，她以腹中胎儿为筹码，威胁男人承担责任，不然就将丑事状告天下，让他遗臭万年。大表哥担心身败名裂，就想让他闭嘴，结果却不慎将其推倒在地，当场流产。大美痛失孩子，伤心不已，本以为这样会得到大表哥的关心和问候，不想等来的却是一沓冰冷抚慰金。她不停哭诉内心的不舍，但此时的大表哥却心意已决，他只想回归家庭，做个好丈夫好父亲。不想这一改变却将大美逼成了万恶之源。他认为大表哥之所以抛弃自己，全都是因为大表嫂的羁绊。为了将大表哥据为己有，大美就决定用巫术咒死大表嫂。于是他再次找到了黑魔法老头帮忙，更是献上重金首饰以表心意。老头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当即就决定召唤复仇恶灵报复大表嫂。这是当地最恶毒的黑魔法之一，一旦种下诅咒，不管是大表嫂还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将会在未来5天内全部死去。而大表哥家唯一和表嫂有血缘关系的人就是盲眼女儿索菲亚。大美本不想伤害这个无辜的小生命，但是想到自己去世的孩子，她还是同意了老头的做法。因为施法除了表嫂的照片外，还需要用她的头发或血液做媒介，于是大美便趁着大表哥不在家时，以看望侄女索菲亚为由来到对方家中做客。善良的大表嫂并没有多想，直接就将其请进了家中。可做贼心虚的她却满眼飘忽不定，没聊2句就直奔卫生间而去。很快她就在梳子上找到了大表嫂的头发，然而就在大美离开时，却意外看到了垃圾桶内的血液样本。有了这些战利品，大美满意离去。老头看到一切准备就绪，随即开坛做法。他先是将表嫂照片置于牛血中浸泡，然后用刀片将其整齐分割成5个碎片，接着又将写满咒语的符咒裹在胫骨上，最后再用沾满大表嫂血水的牛大肠紧紧缠绕。在咒语的作用下，房间开始剧烈晃动，很显然恶灵已被召唤出来。随着胫骨的断裂，下咒仪式也完美收工。可老头却吩咐老太将照片碎片掺在狗粮中，分5天喂食给家中狗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大表嫂和她的血缘至亲在5天内全部死去。至此大表嫂的厄运也拉开帷幕。当天晚上女人就看到了恐怖景象，她害怕的惊声尖叫，可在大表哥眼里却是一切正常。女人赶紧将刚才所见如实说出，可男人却以为妻子在胡说八道，骂骂咧咧的数落了2句就走开了，却不知这一切都是他老情人的杰作。第2天怪事再次发生，大表嫂给女儿整理衣物时，一个瓶子突然滚落至脚下，就在她俯下身子去捡时，却正好与女儿的心爱娃娃四目相对。然而下一秒她就变成了另一副邪恶面孔，甚至还将剪下的娃娃假发疯狂往嘴里塞。还好女人及时清醒了过来，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表嫂察觉不对劲，便将怪事
事告知丈夫，可疲惫不堪的男人根本不关心这档子破事。大美以为大表哥家中一切正常，每到夜幕之际就会在不远处暗中窥探，却不知自己也变成了死神的新宠。深夜神秘力量会破门而入，被子也会被莫名拖拽。大美鼓起勇气扭头查看，没想到妹妹的毁容脸颊却乍现眼前。大美大叫着向外跑去，结果刚打开门，妹妹就再次出现。看着这个一脸正常的妹妹，大美震惊不已。那自己刚才看到的又是谁呢？她疑惑地向后看去，却发现床上空无一人。女人只当是自己的幻觉，并没有当回事。惊魂一夜很快过去，转眼已来到下周的第3天，表嫂的情况也越来越糟，不光口吞鳗鱼，甚至还被恶灵蛊惑，想亲手终结婆婆的生命。虽然她及时清醒松开了手，但瘫痪多年的婆婆却好似变成了另一个人，竟然重拾行动能力，独自下了床，还用800度的玉米南瓜粥冲起了热水澡。就这样，老人当场断气。按理说婆婆与表嫂并没有血缘关系，那她为何会被咒死？由此就可得出下咒的血水并非表嫂本人的。那卫生间里的血水到底是谁的呢？当晚所有人都在专心为老人祷告，可表嫂却好似失控的野兽一样将婆婆的尸体推倒在地。神父见状赶紧念诵驱魔咒语，虽然恶魔很是嚣张，但很快大表嫂就安静了下来。此时大表哥才想起妻子之前说的那些怪事，他悔恨自责，但那又有何用？只能守在妻子身边祈祷她平安醒来。可这时楼下却传来阵阵诡异声响，大表哥好奇地向下走去，却看到一群白衣天使正围着一具尸体举行献祭仪式。如此恐怖一幕直接就将大表哥吓瘫了过去。等他再睁开眼时，竟发现自己变成了那具尸体。看着这些犹如邪教一样的白衣天使，大表哥内心的恐惧与不安也飙升到顶点。这时魔化的妻子又突然冲到眼前，甚至还将他和大美偷鸡摸狗的事说了出来。大表哥想要呼救，却好似鬼压床般无法动弹。还好女儿索菲亚及时将他叫醒。如此真实的梦境让男人后怕不已，他急忙抱住女儿寻找心理慰藉。等他一觉再醒来时，已是第4天早上。此时的大表嫂好似已经恢复正常。大表哥看着愣神发呆的妻子，满脸愧疚，当即就决定和妻子并肩作战，共同战胜恶灵。于是大表哥便找到神父商量对策。对方说大表嫂是被复仇恶灵所纠缠，这种恶灵是专门帮施咒者除掉仇人的黑魔法恶灵，唯有心存上帝才能彻底除掉它。为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神父又将特制圣水交给了大表哥。与此同时，家中的大表嫂再次听到莫名响动，她循声来到卫生间查看，结果却被婆婆的魔幻样貌吓出了猪叫。恰好大表哥及时赶了回来，可大表嫂却深陷恐怖幻想无法自拔。看到妻子痴傻魔怔的恐惧表情，大表哥便将圣水倒于手心，涂抹于女人额头。随着一声凄惨叫声，大表嫂的情况也得以缓解。大表哥将妻子安抚好后，便打开了舒缓音乐放松心情。然而他刚离开，音乐却戛然而止。同时大表嫂也面色诡异的突然坐起，看来恶灵并没有被彻底驱除。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就在这天晚上，大美母亲就变成了败家娘们，不仅砸碎家中所有碗碟，甚至还将玻璃碎片当成美食吞进喉咙。很显然她也遭到了恶灵诅咒。等大美和妹妹下班回来时，母亲早已变成了玻璃砸碎。看着血泊中的老妈，大美也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明明自己诅咒的是大表嫂及其至亲，为何离奇猝死的却是自己的至亲呢？这显然有些不合乎常理。为了弄清背后原因，大美就决定去找黑魔法老头。只是她还没上路，妹妹就被恶灵附身。还好恶灵并没有使出致命招数，而是不停地龇牙咧嘴。大美被吓得屁滚尿流，瘫倒在地，但她还是鼓起勇气冲进了自己房间。恶灵被拒之门外，疯狂砸门。然而没多久，剧烈声响却突然消失。大美试探性出去查看，没想到恶灵却破窗而入，直扑而来。大美见状一路狂奔，并及时捡起一块陨石防身。可身后的恶灵却在此时变成清纯的妹妹。大美以为妹妹恢复正常，不料对方却再次回归恐怖面孔，甚至还升级成女版蜘蛛侠，爬上了制高点。大美在下面苦苦哀求，可恶灵才不吃这一套，直接就拖着妹妹做起了自由落体。看着妹妹惨死眼前，大美痛不欲生。但此时她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已死的3大至亲都和自己有关，说明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而今晚就是诅咒的最后一天，为了阻止悲剧发生，大美只能收起眼泪去找黑魔法老头。然而这次她却被老太堵在了家门口，因为恶灵一旦召唤出来就无法收回。大美无法接受现实，直接就将老太扔到了乱葬岗。她则情绪激动地直冲老地方而去，可里面早已人去楼空，没了老头的影子。大美崩溃地不停忏悔自己的愚蠢行为，然而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因为她早已被恶灵盯上。随后就上演了一场高难度的瑜伽手秀，而大美也在一声惨叫后成功断气。但是恶灵的诅咒并没有结束，此时大表嫂也在生死的边缘挣扎，还好大表哥及时发现才躲过一劫。看着妻子愈发严重，大表哥只得将其转移到清真寺寻求真主的庇护，没想到女人反被刺激得更加癫狂。神父见状只得寻找新的驱魔大法。
本以为用法袍包裹住女人身体后，强行来一次圣水的免费沐浴就可赶走恶灵，没想到恶灵根本就不惧这些雕虫小技，甚至还时不时用魔音嘲笑。神父毫不畏惧，加快念诵驱魔咒语，不料速度越快，恶灵却越兴奋，最后竟然直接腾空而起。神父赶紧拿来法杖镇压，然而这一幕却亮瞎了我的双眼，因为所有驱魔人被当场炸飞，恶灵却毫发无伤。他直冲大表哥跟前下死手。就在他即将窒息之时，神父正好醒来，并给了恶灵一记重创。可当他看到女人头上的血迹后，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因为法杖只对恶灵有伤害，根本不会对附身者造成影响。这就说明大表嫂并非恶灵的真正附身者，那谁才是恶灵的真正附身者呢？就在这时，索菲亚却一脸邪恶地出现在眼前，原来她才是真正的终极大 boss。因为大美那天从卫生间拿走的血液样本就是索菲亚青春期初潮的第一次取样，不想这次巧合却让索菲亚变成了恶灵的载体，咒死了所有至亲。大表哥想请求女儿恢复理智，然而被恶灵操控的索菲亚直接就将男人隔空举起。虽然神父及时制止了恶灵的伤害行为，但大表哥还是因颈部断裂而殒命现场。同时神父及其他助理也无一幸免，只有大表嫂和索菲亚得以生还。其实对于大表嫂来说，与其躺在病床上饱受折磨，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英年早逝。或许这就是恶灵对他的最恶毒诅咒，一场因血缘关系引发的诅咒灭门案。原片我已备好，有兴趣请私信。